好，那么现在罢免啊进行的如火如荼了哈。那另外呢，新竹苗栗彰化有4案不成立哈。那成立现在已经超过30了哈。哪些不成立呢？苗栗的陈超明啊，他原来是国民党，现在变无党籍哈。苗栗的国民党的邱正军啊，新竹县的徐新莹，彰化县的谢依凤，这4个呢，因为已经到了那个二阶的这个截止日期呢。不够啊，联署的不够了哈。比如说这个门槛要2万，这是18000啊，门口要22000，那这个2万啊，门槛要21000，这是19000，26000，这不到2万啊。那谢依凤显然是在他们家在彰化是看起来继承这个蛮有实力的哈。那另外呢，新竹苗栗看起来呢，客家人都蛮多的。所以我一看，我说客家人还是应景的哈，就是呢，你没有做不好，我干嘛把你罢掉？就是联署就是不够哈。那另外呢，这个现在呢，他们要罢免国民党35个，还有新竹市长啊，已经送件的呢，现在看起来现在还除了刚刚几个没有以外呢，林佩祥还没有到时间呢，到5月23号才到时间啊。那所以呢，这个现在。基隆还差5794份，那到23还有多少？还有10天嘛，还有10天哈。所以呢，王一川就说呢，要基隆绝配啊，把这个林佩祥给他绝掉啊，干掉的意思了哈。所以宣布，因为罢免后其他地方都很多地方达标了，要一起都到基隆去助阵啊，要一起去啊去助阵啊。而且呢，他们不但如此，他们现在要罢掉林佩祥，将来还要力主谢国良连任。谢国良说好，尊重你们，那本来就你的权利嘛。如果你要下次不选他，是你的权利哈。那另外呢，国民党现在有几种说法，一种是说他们可能会调3席，但是呢，党中央强调1席都不能少哦。那怎么样不少呢？说要打韩国瑜牌，就能够让国民党1席都不能少哦。那另外呢，桃园那边呢还闹这个好像有内讧啊，说主要的原因呢就是金流不清了哦，所以这个。罢团的志工对话呢也被拦截出来，就是那个金流不清啊，说呢一个罢团捐了1万给牧师啊，但是呢问他有没有拿到啊，那结果呢可能有的人说的没有拿到哦等等啊，反正就原来呢是有说过去罢韩有4君子，现在呢桃园6个结义哦，本来是3结义了变6结义哈，那另外呢说这个1个人啊就让桃园结义变成割席啊。割席断义啊，本来是结义，变成割席断义哈。所以现在呢，罢团分成牧师派跟龟山派，啊，要主导呢，要这个争主导权，啊，争联署书，啊，甚至呢还要争，看起来呢，这个捐款啊，这边也有一些争议了哈。那牛许婷就说这叫做乱法谋私，司法应该去侦查到底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看一下。这个罢免是一个公民的运动的话，他的所作所为难道不应该用公开透明的标准接受社会的检验吗？那么为什么明明这件事情发生在联署期间，有这么多神通广大的人可以压住消息呢？所以我才讲嘛，它到底是公民运动还是政治斗争？背后有没有政治的力量进行精密的算计？罢团之间的革命情感绝对超乎外界想象，正如沈伯洋委员的警告。接下来，敌人的分化、抹黑以及攻击是层出不穷。面对这种手段，本人用我的枪口永远不会对内，大罢免不割席，大罢免不赌灰。赖林浩。他们在讲说桃园结义，后来变成割席断义，代表他们是利益的结合体，他们不是价值的结合体，他们是这一次搞大恶霸，要把桃园上次我们讲说挺善良，现在又变成政治的仇恨，就是又要从桃园开始。那桃园比较特殊，因为桃园6席立委都是国民党的。那过去在讨论要冷战还热战，现在一概我们都要热战。热战的理由是要大家站出来投下不同意罢免，因为其实我觉得桃园的市民很善良，大家会觉得说，现在又不是选举年，我干嘛要出来？你知道我们去在地的宣讲，现在这个礼拜已经第2场了，我们前几天才在那个新埔里跟万美玲委员一起，然后他在讲说，好多民众都说我们支持委员。
我们绝对不会出来投票的，力挺你，绝对不会。这种恶霸，我们干嘛出来参加呢？他说：千万别啊，千万不要，你一定要出来投不同意罢免票。其实我们就知道，这是一般民众会觉得，因为民众觉得这非选举年，所以一直现在开始预热。因为其实到投票，大概我们预期桃园有可能是7月27号。礼拜天，那7月27号从现在开始就是60天的时间，这60天少于60天的时间，真的没有办法再开始，就是说，到前一个礼拜或到前2个礼拜再叫大家不同意罢免，不可能，一定要预热暖身。那你回头看这一次为什么桃园的霸团会有今天周刊这么大的风波？因为他们正在争功夺利，正在抢功，怎么会有？桃园有分教会派跟龟山派，你是什么武林大派，我都没听过。然后还说什么不是龟山的市议员跑去下跪要抢那个联署书，哇塞，这是我的联署书，不是你的联署书，不是通通都要送出去的吗？有必要抢成这样吗？那过程中你们对外想说某一些民进党议员跟某一些教会的名义在募款，为什么检调你不查？詹江村已经到桃园地检署检举多少次了？你那一次前几天他也这个揭露，志工一个人领2000，你都不去告，那他告的你又不查，那到底为什么你要检调要放任桃园成为一个恶霸的一个仇恨示范区？所以我们对外讲一件事情，今天不管是你黑熊沈伯洋在呛什么无敌星星。还是我们苗栗有3个人这一次已经没有过关了，可是回到桃园6席，目前看起来就是要热战，就是要过的区域。所以我讲哦，今天不管是赵大哥还是我们蓝营的3位好朋友，其实都讲有我在，大家安心。今天不是只有林涛说有我在，今天我看到桃园市议会好多朋友看到我都说，有我在，桃园团结，有我在，他都讲自己啊，有桃园市民在。有任何一个蓝营要角在，这不是每一个连年征战、连日征战的人会讲出来的话吗？就是希望大家团结在一起，对战这一次的大恶霸嘛。所以我说真的，我们不会中计，也不会进入陷阱，因为有我在，有赵大哥，有任何一个人，他都可以说他有他在，因为这就是我们希望保护自己的民意代表、保护自己的伙伴一个最重要的宣示。桃园很特别了哈，因为6席都是国民党嘛哈，那所以6席现在也都过2届了，对不对？那张善政当桃园市长，他能够怎样？基本上他看到张市长在前一波的还钱移民，真的拉着每一个立委是如数家珍。杨梅做了什么事情？哪个交流道要增建？然后大元做的是什么事情？我们在观音挡下 SRF， 每一个立法委员在经济、在国防、在内政，他都可以如数家珍。我觉得他把这个6席立委在桃园争取超过2000亿的建设讲清楚，桃园市民会买单的。蔡伟。其实刚刚林涛有提到，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在基层啊，都会有各种的活动。其实要强调的就是告诉大家，如果是不同意的话，一定要出来投不同意票。因为的确，因为罢免就是过去这个选举制度，大家其实并不是这么的熟悉，所以明天在台北市议会呢，也会由这个戴喜清议长，然后带领所有的议员。那我们会在自己的宣传车上面，然后去挂一些布条。其实主要2个主轴啦，第一就是告诉大家这是个恶霸，第二呢，其实也告诉大家，如果要好好守护我们优秀的民意代表、优秀的立委的话，那就是一定要出来投不同意票。但我觉得在现在看到，其实不是只有桃园内斗而已。之前在新北不是也有内斗吗？然后连夜发一个声明，就说我自己要退出霸团。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可笑，而且也凸显一件事情呢，因为他们绝对不是因为理念而结合，都是因为利益而结合。所以当利益分赃不清楚的时候呢，开始一个一个霸团都开始崩溃。而且啊，这样子不正当、不合理的恶霸，其实失败是迟早的事情。那我觉得最可笑的是呢，赖清德一边高喊民主，但是一边纵容又这样子不民主，用这样子恶意罢免、搞斗争的烂戏，再去破坏台湾的社会，再去破坏、激发起台湾这样对立的一个立场。其实过去我也跑过几次总统大选，但是这一次呢，我觉得在罢免的这一战我觉得台湾社会整个仇恨值它是被挑起来的。其实我跟梦话还有这个议员还有施刚、林涛，我们现在很多都是在跑母亲节活动。我想现在其实大
大家都非常有感。我们去母亲节活动这一种，应该都是发发花啊，大家应该都很平和、很和平。但其实我现在观察到的氛围都不是这样子。我觉得其实包含蓝绿的支持者对于不同的意见，似乎都已经开始没有耐心，都已经没有去包容各自不同意见的一个声音了。所以我想要反问的是，大家要去思考，这个是大家希望看到一个台湾社会吗？我想不是。那刚刚梦话其实有提到欧战，我最后想要顺带提一句欧战赖清德他想要强调的是什么？侵略者必败。但是我们应该要注意的是啊，在各国的历史脉络，侵略者之所以会点燃他这个要侵略的野心，前面都是因为民主体制的崩坏，所以才会点燃侵略者他的野心跟企图心。回顾来看台湾，现在我们的民主体制是不是一步一步的在被摧毁呢？其实就是。所以赖清德在讲欧战的时候，好好看看你自己吧。来，曾宇。其实你可以看现在的上上下下，包含到说现在的立院，我相信所有的委员们，大家其实都是分身乏术的状态。那其实不管今天是在中央也好，还是地方也好，说真的，我们每一个人刚刚才会讲到。康乃，我们在母亲节的过程当中，我们发个康乃馨，你知道民众都担心害怕什么吗？战争。不是战争，那是另外一个。是我们在发的时候，因为毕竟我们民众党，也许啦哈，我们在这个大罢免这个过程很难变成是一个主角。但是呢，我们其实会扫点红台不？为什么？大家会说原来你只是发康乃馨我以为你这是大罢免。你看看大家对于大罢免避之唯恐不及，所以我还是要强调赖清德以及整个民进党的整个执政团队，你们要去发现一件事情：你们的大罢免是你们用40%的民意在罢免60%的台湾人民的一个投票方向。所以如果说持续还是这样做下去的话，不好意思我们对于台湾民众党来说，我们看的是什么？现在整个罢团刚刚讲到了在大家在争权夺利的状态之下，我们比较疑问的是，罢免遍地开花的资金到底是哪里来的？你资金到底是怎么来的？怎么有办法遍地开花成这样？而且是每天每周无时无刻到处都有罢团。你收件，我可以理解大家把它当成是一个公民运动，这个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如果它是全面性的要推翻愿赌不服输的这样子的公民意识的话，我不认为这个对我们的下一代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表示。那不好意思，我最后再补充一个，我们先预测一下，如果大罢免的结局没有改变国会的现状，民进党，你们要注意了，这就是全台湾人民对于执政党投下的不同意票，要注意这件事。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吧，这个新国会智库这个国民党智库了公布一个最新的民调说是这个。对这次罢免55.3%认为呢，民进党应该停止投入大罢免30.1%不同意但是30.1%就超过25%了所以现在不是看多少，是看低的，超过25就达到门槛了嘛。当然了，我讲过，民调不是真的投票了，在家里接电话都很容易回答了。真的，他到时候呢，冒着风、冒着雨、冒着大太阳去投票，每个人就不一定会都像。做民调这个样子了那另外呢，这个对赖清德公开支持罢免活动到底合不合适？66.3%认为不合适17.2%认为合适，16.6%没意见随便我们都不管那所以有不同的这个看法了来，世刚怎么看？当然，这个从去年底到今年，很多这种关于反罢免或者支持罢免的民调很多了，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看说支持罢免那个比例有多少，我觉得那个才是真正的核心数字。那而且那个数字代表说这个地区里面可能愿意出来投票人数有的这个比例所以其实国民党面对这个罢免的这一战呢，其实真的不能掉以轻心。不管是选区里面或者是蓝大于绿也好或者是过去的蓝绿平均也好要把它当成一个选战就是一个热战来处理。而且一定要告诉你的支持者，你是要投什么不同意罢免，因为我们在街上很多人也搞不清楚。就很多搞不清楚，就是到底是我要出来怎么投甚至有些人说，那我就出来不投票，不出来投票。像我们这边，我们在北投市场碰到很多淡水来买菜的，淡水巴黎来买菜。我说，那你一定要支持洪孟楷
啊，那对，那我那天就不出来投票。我说错，你要出来投不赞成罢免，不赞成罢免。另外，我还要再讲一个，就是民进党的或者所谓的一些公民团体用的这些资源，哦，就不要讲了。像我在很多双河地区看到，就是3不1兵5不1少，哦，满满的去做这个罢免。那我们也在做联署，但是我们没有这么多的资源，我们都是靠自己啊，不管是影印也好，或者是上街也好，都是靠自己。所以到底钱从哪里来？然后我们去做分配，那罢团之间你去闹内讧，是不是过去因为资源的分配出现不均的情况？而且对于罢绿的这一方来说，我们是完全站在劣势，不但在资源上面站劣势，而且用行政力量剥夺、取消、收回的罢免。你就拿我们的这个选区，我们北投天母的选区罢吴思瑶的领先人，到现在不知道去哪里了。然后呢，这个领先人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压力不出来，所以我们现在还利用这些归于回流计划，希望一阶段的联署人要超过4000人里面要超过2085人，要把同意书回来，我们才能进行更换领先人的这部分。所以对我们来说，等于两面作战，一方面我们要进行联署，二方面要把一阶的拿回来。所以我这部分就可以看得出来，这大半年的政治的对立也好，或政治的力量也好，基本上是站在一个绝对悬殊的部分。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任何的这个投票，我觉得大家都要站出来啊，特别是对于民进党过去这执政1整年非常不满的群众朋友们，你就站出来反对罢免。伟汉，现在目前罢免进到这个阶段，因为前几天赖清德总统接受财讯的专访嘛，他已经讲就是说善罢跟恶罢，所以先前很多人就是在呼吁说总统赶快出来阻止大罢免，那看来他是不会了哈。那我们常在讲呢，选地方开店呢只有3个条件，叫做 location， 地点好，生意就好做。那罢免呢，其实也就是仇恨值啦。仇恨值高就真的危险，不管你原本得票多少。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很多民调，刚刚主持人给大家看这个民调，我真的都很认真看，但是看完以后心里都没个底。为什么？因为中华民国从来没有过一次30几个，好，民进党的后面的15个投票日期可能跟国民党还不同一天。好，那现在看起来，先前柯建铭讲说7月中，算了一下，可能礼拜6。也许就是7月19号，好，冷静期之后，然后7月上路。如果那一天真的是35个，哦，现在不到35个，因为已经有4个已经排除掉，可能大概30个上下，那就是会中华民国从来没有过的一个，好，就是集体罢免投票。那以往来讲的话，我举2个例子给大家听就知道了。黄捷罢免案的时候，他的那个罢免前的民调要罢他的是15%，后来还真的没过，哦，那反对票还比罢免票高。但是林长佐的罢免在中正万华。当时要罢掉林长佐的民调呢是34%，所以比25%高。看起来林长佐很危险啊，可是没有投够25%。所以现在来看的话，选区的结构可能会有很大的影响。比如说，如果是都会区，像台北市，特别是台北市，它人口非常密集。台中第5选区，像我访问黄建豪，他就觉得说，因为整栋楼都住很多人，大家如果说，这个劳定9劳康，大家去投票的话，要过25%就不是那么难。但如果是像县区，高雄的县区、台中的县区，比较地广人稀的地方。其实要罢过25%并没有那么容易，所以现在看到这个民调哈，很多都第一个主要就是大家都不喜欢大罢免，可是呢，认为要去罢的人也都超过25%的时候，你就很难能够知道最后到底多少人被罢掉。但我是觉得啦哈，因为这是第一次30几个一起投，如果投票率会比以往的4成5、5成还要更高到6成，甚至超过6成的话，可能会是一个新的 model 可以来未来参考。好吧，立法院呢5点钟要会这个，他们5点钟要处理这个核管法了哈。那就是说，到底啊，这个它叫做全名叫核子反应器设施管制法啊。那因为这个有规定了啊，就是核电厂用多少年了？现在是40年了啊。那呢，要不要延长啊？那美国现在很多延长60年，甚至有的还延长到更长的哈，延长到60年，延20年哈。那总统蔡今天说，就算你们立法院通过，也要先除役了啊，因为呢，这个重启要3年半了啊。所以呢，就核3厂，因为马上核3厂就要停了哈。那就算台湾缺电，也没有办法靠核3厂来解决了哈。那另外呢，美国现在很关心，为什么美国很关心台湾的发电稳定性？关心2个啦，一个就是你都用天然气，到时候老公最近常围一围以后，你天然气怎么办呢？夏天天然气只能煮7天，冬天11、2天，那然后呢，接着你台湾就要停电嘛？你看。昨天英国伦敦短暂停电2个小时，哇，搞得伦敦大乱。
前一阵子西班牙、葡萄牙停电，哇，那也是搞得天下大乱哦。所以你真的能够停电吗？哦，那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 AI 将来用很多的电嘛。哦，那你现在这些 AI 公司要到台湾来，不来台湾啊？哦，那涉外人士说，美方的关切比以往更为直接。哦，以前还没有这么直接，现在越来越直接哈。因为非核家园倒数5天了，哦，到了好像17号呢就要停了啊。那另外呢，这个联合报的评论说，民进党的非核家园并不是非核，是非3座核电厂延役，就是核1、核2、核3不给它延役嘛哈。好，那么民进党团说这是政策的专业问题，不容泛政治化，这很好笑，谁在泛政治化？我们看一下。请问院会有无异议？报院会现在没有任何一个立法委员在现场，3个党团要负最高的责任，这样子审查法案，立法院绝对没有办法再继续审查。院会才刚开始，韩院长就先动怒，因为已经开始审法条，但底下朝野立委却通通不见人影，让他气得当下喊休息。我们现在休息，请3个党团自律自重，立刻派出立法委员到议场。现在休息。韩国瑜难得撂下狠话，但休息之后再回来，院长这话还是说得很酸。我们现在全案经过2读，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3读。民进党党团提议，现在现场一个民进党立委都没有。只是这回院会重头戏肯定是核管法，面对17号核3厂2号机就要除役，台湾即将进入非核家园，在野党团要拼闯关核电延役草案，但民进党可不能接受继续使出人海战术，派人发言。要用人海争取更多时间，只是前一天协商破局，也让民进党团痛批根本是假协商真过水。我们要再一次说，程序不正义，实质也就没有正义。延役的时间、申请的期程，完全有14个版本，毫无共识。台电早晚会破产，我们必须要拯救台电，必须要有比较低价、便宜的电。今天对于核管法，我们势必希望能够来通过。只是原先核管法修正草案蓝白也有不同版本，两者最大的不同就是延役时长要10年还是20年。跟民众党已经达成协议，就是以最长20年，可以给这些行政单位一些弹性。而白银想推重启核3公投，若要8月23号投票，5月23号前就要3读通过。国民党的反戒严反废死公投底线同样压在5月23号，要拼在大罢免进入投票前，将立院战场照着自己的主旋律走。好，那么这2件事情了哈。韩国瑜当时说议场没有人，不跟这个核管法无关的，那个时候并不是讨论核管法哈。那为什么会没有人呢？我去查了一下啊，就因为呢，立法院呢现在呢基本上都是党团协商，协商完了以后到院会2读3读你也不能改，哦，都是听党团协商就决定了。所以呢，你要2读3读的话呢，那立委在现场也没用。哦，这现在能够讲什么呢？讲的也不能也起不了作用，因为都已经协商好了哈。那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呢，很多的委员，特别蓝营的委员都回去顾选区去了，因为都要被大罢免了30几个，所以民进党这招蛮厉害的啊。对民进党来讲呢，罢赢罢输他都不输嘛，罢赢他赢了，罢输也没输，反正现在不过半数嘛，我罢你又怎样？对不对？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因为现在罢免，所以蓝营现在委员每个都很害怕，都不是因为枪打出头鸟，都不愿意当出头鸟，都觉得不愿意制造仇恨值。哦，你表现越好，仇恨值越高嘛。所以呢，这个以前的要什么追究口罩啦，什么鸡蛋啦，什么疫苗啦，当时讲的各种弊案呢，现在都不追究了。那谁敢出来追究啊？所以出来追究，到时候就罢你，因为你出来出风头，对吧？就罢你。哦，所以立法院不讲这些东西的，所以对民进党来讲呢，再怎么样呢，已经把立法院等于我现在不过半，对不对？立法院等于是空了嘛，因为蓝营都回去顾选区啦。哦，在这种情况下，立法院过半又怎样呢？不过半又怎样呢？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大法官搞了一个宪法诉讼法的说明会，哦，那因为呢，这个当时呢，立法院修法啊，就大法官要多少人啊，怎么样才能过啊，等等一堆了哈。那现在呢，这民进党去释宪了啊，那现在不谈那个内容，现在先说程序啊。那民进党认为呢，程序有问题啊，这个怎么可以用举手表决，而且在那么短的时间啊就表决了啊？所以呢，朝野昨天都各派人在里面激烈交锋哦，还各有各的代表了，都找的这个法学方面的专家哈。柯建铭说，
立法院表决3读，蒋介石在世的时候也不敢呐，蓝白必败无疑。其实昨天讲过，这个举手表决在议事规则里面有表决唱名表决，站在两边表决然后呢按表决器表决举手表决，就各种不同的表决方法了。你不能说举手表决就不是叫表决了哈。那至于那个程序多快多慢有不同的看法了哈。那这个黄国昌就说大法官手伸那么长，令人没有办法理解。你管国会自治干嘛？你管国会到底程序是怎么样干嘛？跟你有什么关系如果你认为这个法案违宪你就直接跟那个程序有什么关系那立法专家罗传贤他说呢，苏家全、游锡堃也都是用同样的方法，当时也是这样子那是有什么问题呢？没有什么问题那黄国昌说，如果说这个，因为民进党说表决太快了，不到1秒他就问了以前就问说有没有异议了，现在问说有没有什么要修正的啦？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只有能文字，比如说3读只有文字修正你不能做别的那所以呢，黄国昌说，如果说这个用修正的方式的话，说不可以，有上千个案都是这样子而且不止韩国瑜，之前很多案子其实都是这样那所以呢，立法院的代理人就说呢，说司法应该远离议事争议，议事争议跟你大法官有什么关系？你管这个干嘛？你管太多了吧说如果说这个三读有瑕疵的话，恐动摇好几千个法案基本上3读就是3读，你不能改，不能只能做文字之修正，所以文字错了才能修正。像我在立法院的时候，刚去的时候，老委员还在，吴延环就是只有他这个文字错了可以改一下，其他委员都没有意见嘛，你不能做任何内容的改变了只是文字有没有标点符号错了，这个错了那个错了，只是这样所以立法院如果是打架，大法官能决定吗？立法院怎么可以打架呢？国会怎么可以打架呢？立法院管这么多吗？另外呢，很多大法官也不懂立法院的议事规则，一直问这个，昨天一直问，表示你都不懂立法院的议事规则，立法院议事规则一大本要去看认真的看，仔细的看懂议事规则人才能会很多时候会有利的，不懂议事规则常常被打脸都不知道为什么所以那你大法官要主持这个会议，你至少把这议事规则先看清楚嘛，问这个干嘛？怎么这个可不可以，那个可不可以？这个很奇怪吗？就表示你不懂，你还怎么做裁判呢？所以呢，这个媒体就说，大法官自创一个释宪说明会，大法官本身就是宪政的乱源，还说什么名？看一下。宪诉法释宪案说明会，审判长先表明立场。首先，要说明的是本件尚未受理，意思就是没意外的话，该会议不会有结果，因为本次说明会主要是厘清去年底宪诉法修法韩国瑜主持议事时到底有无违宪。报院会3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文字修正？没有文字修正。好，我们现在做以下决议：宪法诉讼法第4条及第95条条文修正通过。就是这个当下，让申请人民进党立委们有意见质疑韩国瑜连文字修正机会都不给。当天现场的影音记录确实如申请人所讲的，主席在询问院会有没有文字题，几乎没有停顿，接着就宣布做成通过的决议。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能够说在2读已经反对系争法律的立委，已经行使了赞成的投票权吗？我们穷尽一切的努力，在反对进入3读的程序，这更可以验证我们并非无意义的去认同他的文字。不过，机关代表也就是在野立委的律师却认为，所谓的无意义，则代表立院对法案一致赞成。在3读的时候，主持院会的院长会问：“请问对文字有没有修正？”这个时候，基本上各个党团从过去，不管是你有文字修正，还是你希望全案交付表决，我们都会把提案单给院长。原定2小时的说明会，大法官细究各项议事规则，毕竟此案要不要受理，也攸关大法官的自身权益。宪法诉讼法的审议过程有没有问题，由宪法法庭来认定，
我觉得实在是太奇怪了。好，观众朋友，因为不管怎么样，刚刚那些瑕疵，我们在看节目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怀疑，可以吗？为什么一定要去用这个就是记名投票？因为你每一次一个法案3读以后，你回去翻立院议事录里面讲，哦，这个法案谁弃权，谁赞成，谁反对，我能统计出来。那就因为举手，所以没办法。但是议事规则里面就是可以举手，不代表说以前，因为以前是很平和。那我讲个白的。那如果每一个在投票的时候都不要去偷拔人家的卡、偷插人家的卡，或者是阻止麦克风扯断的话，那当然可以回去投啊。第二个，我们现在都有所谓科技执法哦，你是不是哪里红灯右转？没有警察也被开罚单了，那你就科技算票啊，可不可以？大家都举手，可是议事人员最后事后回去看哪一个委员举哪个委员，一样可以登录在议事录里面啊，还是可以是确认的。第三，因为现在目前蓝白加起来就是62票，这是一个客观事实。那如果你觉得现在这个62票没有办法造成立法院的不管法案或预算通过的话，那才是大问题。所以今天宪法法庭应该去界定大家对于宪法或国家大政方针的时候，宪法内容当中你可能大家就不清楚的地方去视线。对于立院的争议，这叫立院的争议。而且事实上，这个争议也出自于说，你那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一定要进行这个记名投票，或者是可以表决，有没有很混乱，那都不应该由宪法法庭来认定。民众如果觉得这个国会真的很不好，好，我们讲个这不是大罢免吗？新的民意让民进党马上变成是70席，那大家就知道意思了嘛。那可能对于蓝白现在表现不满意，2026、2028大家都还可以投，我们用投票的民意来直接诉诸。现在立法院的代表就是蓝白加起来62。那民进党当然可以穷究一切的方式去说我要去阻止，可是你是阻止不了的，你只能够表达你的意见，并期待下一次选举的时候，选民给你更多的托付。在选民没有给你更多托付之前，去针对于立法院的议事过程当中提出意见，可以送到宪法法庭，我觉得就真的看不懂了。南梦哈。其实这个宪法法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说明会它也不是自创的，它其实在宪法诉讼法里面有规定的职权。宪法诉讼法里面的第19条第1项就有说，宪法法庭审理的案件有必要的时呢，可以依职权依申请通知当事人或关系人到庭来说明陈述意见，并得指定专家学者、机关或团体来就提供专业的意见或资料。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庭它只是目前在看说要不要来让这个案子，就是所谓的这些我们民进党团的他们提了一个就是。让这个案件整个过程中到底有没有违宪的疑虑，要送到这个法庭来，宪法法庭看他到底会不会来受理。他现在只是在受理的过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受理的过程中，依照他这个相关的规定，各党团不管是民进党团或者是民众党团或国民党团来，大家呢也就当天可能3读的过程中来表达不同的意见。那当然不同的意见，其实刚刚可以看到了，不管是柯建铭总召或者是其他洪国昌主席等等，可以看到他们的意见，其实呢就可以在这表达，大家可以再去检视说到底。对于当时3读的过程中，大家是觉得合理或不合理的。那如果是合理的话，那当然，如果真的合理的话，大罢免的风潮可以推到像现在这个样子。那目前其实35席里面已经过了31席，其实在某种程度上面就是在反映说，民众对于整个立法院立法的过程中有太多觉得不合理的地方，尤其是之前在删预算的过程之中，预算删得乱七八糟。现在很多部分呢，也因为大罢免风潮之下都被冻结了。不过已经被删的预算其实也回不来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之下，目前这个宪法法庭它只是一个受理的过程，其实他们也还没有说这个案子会真的成案，因为目前是在说明会嘛，也没有必要在现在呢就在做大肆的批评。林浩，基本上这分成3个层次哦，你基本上可以看到大法官对于国会跟议会的运作是毫不了解。你知道吗？我们在议会或在国会，有时候到3读的时候，准备要散会了，你自己没有在议会里面举手 stand by， 然后你讲说他议长敲散会，然后说没有，我等一下我要发言，你就没有在里面呢。刚才韩院长念的那几个字的过程中，都没有听到下面有反对动议。事实本来就是这样，他念完就要敲锤的。难道哪一个议会、哪个国会不是这样子吗？黄国昌主席提到了1029个案子，过去都是这样的，念完之后就要敲锤的，这是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昨天韩院长在讲说，各位3个党团都不来开会。他提到的是驻都中心114年的预算书，结果郭国文民进党嫡系的立委就呛他说：“这是走个程序，大家都是这样子啦。”如果郭国文都知道过去都是这样子，你没有提反对动议，这个案子就是走程序就过关了。那为什么你现在在宪诉法之后，宪诉法的同样的案子，你要有不同的标准？郭国文昨天已经告诉大家啦，就是这样走程序啊。韩国瑜为什么要继续这样子苛责他？所以郭国文自己讲出了大白话。第三，刚才梦话提到的是审查说明会的法源，可是一个重要的核心是，
在审查这一件宪法案的过程中，他的法官人数是不到位的，法官人数不足。所以第一个，你能不能召开审查的说明会是打一个很大的问号。第二个，审查说明会因为法官不足，所以他的审查意见跟蓝绿白各自的发言陈述作为记录，能不能进入宪法法庭作为一个公诉的证据，又是打一个问号。所以大家在讲说，你不要现在在还没有达成这些法官的这个名额的时候，你就开这个审查说明会，这不是随便像你开什么区权说明会、拍卖说明会那简单，是宪法法庭的说明会耶。如果有任何一个阶段跟另外一个任何一个法律没有到位的时候，这在宪法法庭的基石都是会被侵蚀的。不，基本上了啊，立法院法案有争议，尤其现在是常有的事嘛，但基本上都在一读委员会。二读那是可以争，三读只能为文字的修正，大家都知道，只要当过立委的人都知道，甚至议员的人也知道，三读只能为文字修正，文字并不是要说改文意不行了，意思不能改，只是哪个文字用错了，只能改这个而已。所以这是院长也问嘛，我刚刚听他就说有没有文字的修正，就是这个样，他只能做文字的修正。那你这样一般也都不会有文字的修正嘛？一般修正什么东西呢？因为你一读二都已经讨论过了嘛。所以就敲锤嘛，这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啊。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吧，江义珍这个议员哈，新北议员呢，他报这个林月琴委员呢说他督导，但是呢督导呢不是只有一个县市，说遍布很多县市啊，那。他说，光是收费哈，因为他新北议员查出来，这几年来光新北就收了100万元啊，可能破100万哈。每小时每场出席费1600到2500来计算，他就看他到底出了多少场哈。是这些年各种钟点出席费就破100万啊。而且遍布台北、新北、桃园其他县市啊，因为这是林委员自己说的，他说我不是只有在新北做，我在很多地方都做啊。那加起来可能就更多了哈。那另外呢，这林月琴就说我没有自肥啊，在立委任内呢，没有也不可能利用职务自肥，我的家人亲属也没有啊。那另外跟这些机构没有财务利害关系，也没有呢用立委的职权让自己得利啊。黄阳明就说呢，说他认识2个。这个民间团体，一个叫做净捐儿童基金会啊，另外一个是台湾少年权益跟福利促进会啊。那都讲说，比如说以这个他们得标啊，这个就是220多万啊，这个是100万，这是140万。他意思就是说呢，他说呢，这个他已经担任啊，比如在净捐基金会超过10年啊。那当任立委以后呢，5月人家董事会换届，还继续担任啊。另外呢，还长期担任这个基金会的执行长，只有在2023年以后呢，因为立委提名才辞任但是一直还是董事的那另外呢，这个少年权益促进会也理事超过10年而且呢，这个去年2月上任立委的时候呢，还担任理事长那12月呢，理事换届改任副理事长，所以还有职务了那黄阳明就问说，那既然标案都上亿为什么一定要监呢你何必监这个东西？你就好好去干的立委就是了嘛那你干立委有没有可能因为立委就比较容易争取各种补助了那国民党跟民进党就说，那不是像吴春成翻版一样吗？当时吴春成被骂得要死这吴春成自己就辞了。那林月琴就说，我没有立法图利自己所以我不必辞我们看一下。今天这些案子在我还未上任之前就已经是有再去标政府的案子，所以它事实上是延续性的方案。我也没有立法来图利自己，所以这样的不实指控，我觉得在这边也要提醒黄先生，先针对这些事情不要做政治脏水的抹黑，来让一个想要去努力改善社会的人。来，曾宇。
我想这一定不是政治脏水啦，我觉得就是一个公平原则，大家用同样的一碗水端平一起来比较。今天已经不是利益回避不回避，而是已经出人命。作为督导的你，凯凯案最多他今天判下来也才18年多，你的这一条命就这样因为你的督导步骤而白白牺牲。请问一下，我们的大立委你要怎么解释呢？如果今天立委我说真的，少康哥你也当过立委，你很知道立委的工作。包含到立法杂乱如麻，你还有时间去督导你该督导的吗？更何况你这些 NGO 的董事，你通通都是兼任的状态之下，你年年拿的政府补助案，政府补助案目的是什么？希望你可以借由你的人民团体去照顾到没有办法被阳光照进的地方。但是你今天的作为是什么？你没有做到啊！利益不回避，现在出人命，这才是重点。你们现在完全就是完全切开重点不去谈，而直接说我没有违反哪些相关的规定。但是现在的凯凯的这条命，因为你的督导不周而丧命，为什么你没有来说一句凯凯，我们对不起你？你没有讲啊，你还非常的义愤填膺的说，我只是做好我的职责，我没有任何的不法，我没有任何的问题，你不要泼政治脏水。所以到现在，请问一下，你可以看到凯凯案的事件下来了，这么多人上街头，这么多的父母亲为了一个孩子牺牲的性命，请问一下，大立委，你有一点点的怜悯心吗？毫无怜悯。你今天还在，你看看这个画面，他还讲的一副就是我这样没有什么不对。我还是可以持续的这样子，不好意思我们还是要说，作为立委该去做的立法，请问一下，你有惩戒这些虐童的孩子吗？如果都没有的话，你有什么资格担任这些 NGO 的董事呢？你没有资格啊！我们没有看到你对于这些受到虐待的孩童，他们在无助求助的时候，这些大立委身兼 NGO 的董事，身兼民意代表，结果呢？孩子的性命白白被牺牲掉了，我相信这是没有一个国民可以接受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当然啦，我们民众党的委员面对到争议，面对到质疑，当然就是面对问题，解决问题。我们不可能是用一个不平等的状态，没关系，反正我现在是执政党，我怎么样，我只要赖皮，持续的赖下去，没有问题的啊。反正现在党国是一家嘛。我怎么做，有人会怎么样吗？反正孩子的命也被牺牲掉了，判罪也判了，跟我没有关系啊。我当督导没有关系，没有问题。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他的态度。所以我们还是要诉求一件事情：利益不回避的状态之下，你已经出了人命了，还要持续这样下去吗？我认为民进党的委员，你还是应该要拿出应该的典范。梅梦华。当然林委员他的相关的所作所为是要来跟民众检视，但是他跟吴春成案还是有2个状况不太一样。他的亲属呢没有跟吴春成一样呢，在民间的团体来任职。那林委员他也没有推动进捐促进法，把相关所有的儿少权益呢，都把它用一个进捐权益呢，把标案收到自己任职的民间团体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状况有非常大的差别。那我觉得这再说回来呢，我们的林委员他是督导外聘的督导，那他当然也许要负相关的责任，但我们可以知道，居家式托育服务提供者登记及管理办法里面写得很清楚，第18条，其实访视保姆是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的责任。那连林委员是外聘督导都有责任的话，我觉得蒋万安市长还有我们的社会局长姚淑文，其实他们2个要负的责任才是更大的，不需要这样子用一些奇怪的。我觉得当然他是相关的一些职务是要来受检视没有错，但是我们不要模糊的焦点，到底谁要为这个案子负责任？当时我们在民进党团在议会里面要开临时会的时候，国民党是不同意要来开临时会，不同意就凯案来做报告。那台北市政府的责任我们有好好来追究了吗？希望不要模糊焦点该负责任的单位就是要负责任。陈伟。其实我觉得民进党的人真的不用去无限上纲，一下扯什么蒋万安，一下扯什么台北市议会。今天简简单单就是在跟你讨论李月琴到底能不能在担任立委的时候，同时他可以去这个经营2个这个公民团体，而且这个公司都是拿上百万政府标案的公司，那到底可不可以吗？其实我简单来说，退一万步来说这个你的是外聘督导，你是要去保护小朋友的一个性命的，你可以去做这样子兼职吗？
你可以做得好吗？其实我都不用再去讲说什么双标的一个问题。其实现在在电视机前面的爸爸妈妈，你们认为要去好好保护小朋友的一个外聘督导，然后一下子在立法院做政治攻防，然后一下子在立法院可能还要做其他的这个工作的人，他有办法好好的来做这个外聘督导吗？其实我觉得就很简单一个问题嘛，而且更何况哦，其实很多这个新北市的这个托育群组就有人在抱怨，他们就说这个进捐基金会的执行长林月琴啊，他其实一直以来哦，对于这个儿童的权益很多都是一问三不知，但是他在新北市担任这个外聘督导讲师，还有评鉴高达100万呐，外聘督导1个小时就可以领6000元。是6000元哦，所以事实上，你看他现在一下子是立委的身份，一下子他又是外面的这个讲师，那他到底要做好哪一项呢？其实我最简单的问这个问题就好了。林月琴他今天讲不出来，只有讲说什么我们都是依法办理啊，全部都是按照相关的程序在办理，我们完全没有不法，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违法的情事。其实我简单来说啊，这不就是双标吗？民进党最会的就是筑起一个高墙，这个高墙是什么高墙呢？就是不让外界来检验民进党人的高墙。简单来说，就是帮派性格嘛，他不分是非对错，只分亲疏远近。我觉得大家对于林月琴的这个检视，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不足啊。也许是刚好正是现在大罢免的时候，大家对于这些事情的关注度啊，还有这个追踪的力道，也许没那么高。但是我就高度怀疑了，一个立法委员，很忙每天都在假动然后今天下午还在假动，那他真的有时间去做督导吗？我是怀疑这件事情，他难道是会不会这个督导根本是假督导真领钱啊？到底我们在实际上去每个保姆家看他这个目前保姆的工作做得如何？那如果你的事情都没办法做的这样子，你连一针道歉都没有，然后你整个民进党团陪他开记者会，还东拉西扯，那请问你民进党过去站在保护儿少的这种形象又去哪里呢？反正自己人扯到里面去，自己人出了事，那通通都没事，通通都没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就要持续的追下去。更何况他现在担任立法委员，他所担任这些督导的，还拿了政府的钱。你难道这种瓜田李下都不懂吗？按照一般的这个标准，你担任立法委员或是民意代表，你很多的职务基本上就要去退居2线就不能再去做一些干预。那他在这个位置上，我觉得很多的单位。很多的这个政府的这个督导机关，也许就会看他的脸色来办事情了。我很担心这个林月琴，她身为民进党这个不分区立委第1名，她应该是民进党的门牌，但是因为在凯案，她是外部督导，她没有接住这个社会安全网，她其实是共犯结构之一。然后现在被抓出她在新北的钟点费加一加，可能这几年高达100万。甚至他有来桃园做这个外部督导员，我现在都要求桃园市政府全面清查林月琴的案子，因为我担心有第2个凯曾经发生而没有被发现。来，维汉，林月琴委员他是不分区第1名，他的标准应该就是民进党所有要给